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是在 Marina South Pier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准备要去新加坡的一个离岛，叫做 Kusu Island，中文呢就叫做鲑鱼，那英文叫做 Kusu Island。但是这个 Kusu 呢，就是其实是马来文来的，它的意思就是乌龟的意思。那这个岛呢，它是有很多传说的，然后也是本地就是新马一带的人呢去朝圣的一个地方。那现在呢，我已经买好了它的船票了。那来回的船票呢，就是15新币。那这里呢，就是那个 Marina South Pier 的卖票的地方。那假如大家要去 Kusua Island 的话呢，就是可以来这一个地方，Singapore Island Cruise and Ferry Service， 在这里买票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在去这个鲑鱼的渡船上了，然后对面的这个建筑物呢，就是那个 Marina South Pier。那个 ferry terminal 就是那个渡船中心哈，然后就是这样子走过来，然后就现在我在这个船上了。那这个渡轮呢，其实它是有分上下两层的，上层是甲板层，那就是直接是 open air 的，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样子。在这里呢，就因为比较高，所以的风景也比较好。所以大家假如想拍风景的话呢，就建议你坐在这个甲板层。但是假如这里太阳比较晒的话，或者下雨的话呢，甲板层就会比较不好。因为这里虽然说有遮有挡，但是呢，假如有太阳晒的话呢，还是可能会晒到，然后下大雨的话呢，也会淋到的。那下面那一层呢，就是封闭式的舱，但是呢里面有冷气，所以假如你是想舒服一点，看冷气的话呢，那就建议你坐那个下层的船舱。那在上面这个甲板层呢，假如大家想上来的话呢，最好是早一点来，因为它甲板层只有20个座位。那现在呢，这个渡轮呢就来到了它的第一个目的地，那就是圣约翰岛 （Saint John Island）。那里也有写着 Saint John Island， 大家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个 Saint John Island 呢，上面其实就是有那个度假屋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那个沙滩上玩一下沙，玩一下水这样子。但是这个岛上面的那个附属设施非常少，所以大家假如要来这里的话呢，就一定要自带食物和饮用水。那这艘船呢，就应该是我要坐去那个鲑鱼岛的那个渡轮了。现在呢，我就要上去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鲑鱼了。那它这里就写着 "Welcome to Kusu Island"。Kusu 呢就是马来文乌龟的意思，但是因为音译的原因，有的时候也将这个岛叫做姑苏岛。但是这个姑苏跟那个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姑苏呢，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。这里的姑苏是马来文的音译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在这个鲑鱼岛的这个地图前面，以及这个简介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鲑鱼的历史。
现在呢，在这个鲑鱼岛上面呢，就是有一座马来的神祠跟一座华人的大伯公祠。那据说呢，就是这两座神祠呢都十分的灵，所以每年的特定时节呢，就会有进香团来这个鲑鱼上面进香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一下这个岛的地图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是在这里，就是在这个码头这里，然后这里呢就是那个大伯公祠，然后再往上走呢，这里呢就是那个拿督公祠，所以这个是那个马来的神祠，这个是呢华人的神祠。然后这个地方不大啊，非常小。那据这里讲的呢，就是大概只有8.5公顷的面积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去看吧。所以这里最先来看到呢，就是走往那个大伯公祠的这条道路。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呢，都是现代的建筑。非常有东南亚的风格啊！大家看了这些建筑，然后再想想之前我们去看过的那个虎豹别墅的建筑，会不会觉得他们的风格非常的相似？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呢，就是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池塘的，然后我相信它这个池塘呢，可能就是跟外面的海水是相通的，因为我看到它这里有个水闸。然后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刚才好像有东西在那里跳了一下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这里最先见到的呢，是有一座亭子。然后我们看这个亭子里面呢，原来是这个许愿井。那怎样许愿呢？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莲花，就应该是你拿钱币丢，只要丢得进这个莲花里面呢，你的愿望就会成真。那假如大家有什么美好的愿望需要实现的话呢，可以来这里尝试一下，看能不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美好的愿望。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对面呢，就是那个大伯公祠。那它的建筑风格呢，也是闽南的建筑风格，可以看到它上面有飞檐，非常非常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。然后还有那个嵌瓷的龙形装饰，然后大家看到没有？那边也是有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应该是比较近100年的建筑了，不会说非常古老的。但是呢，它的那个闽南建筑风格呢，还是非常的明显。好，我们现在走过去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走进这个大伯公庙，去拜拜一下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疫情退却。那我们先来这里呢，看一下这个大伯公庙的一个介绍。然后这座寺庙里面其实供奉的神像很多，但是主要的呢就是大伯公跟观音这2位神仙。那这里进香的话呢，通常是祈求神明保佑长寿跟平安，并赐予财富、美德跟好运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庙门，它又叫做福山宫。好，我们进去。进到来呢，首先我们先看左边这边呢，就是有一个关公、关帝的神龛，然后呢，这里就是最出名的鲑鱼的雕像，3只乌龟。
然后右边这里呢有一个亭子，是供游人休憩的。然后这边呢，应该是有一个龟池，我们看一下。果然，这里呢就养了非常多的乌龟，看他们在这里幸福的生活着。大家看到没有？他们这里的乌龟都比较活跃，可能是有水，然后天气又好，所以他们都出来活动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见。那这边呢，就还有供奉其他的神像。这里有写的“归于长随神意，福德永载不成”。然后我们看一下。那好，我们现在走进去看一下哈。那进到来这里呢，第一位呢，就是不是一位，其实是8位，是供奉着8仙。然后呢，正宗的呢就是大伯公，这里上面有个匾，写着“归于大伯公，民国14年”。然后再过来这边呢，就是观音菩萨，上面呢也有匾写着“有求必应”。然后那边呢就是有那个烧纸钱的。然后呢这边呢就是有供人参拜的那个神桌。那现在呢，我也花了3块钱买了3支大香，我从来没有点过这么大的香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？非常粗，非常大，我花了很多时间才将它点燃。所以呢，我也向大伯公祈求，我们能够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疫病退除，大家的生活都会变好起来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我还看到一棵求子树，那很多人都买了那个符还是什么东西的，就挂在这棵树上。可能他们都是来这里祈求能够有孩子的。那看来这棵树呢，应该也是很灵了，不然的话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都来这里祈求啊？对吗？然后我在这里呢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伯公庙的全景。然后这里有个牌子呢，就介绍了这个鲑鱼的传说，所以就是有不同的版本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所以呢，一共是有5个不同的版本，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，自己选择你认为哪一个版本是可信的。那在这个大伯公祠旁边呢，就是有一个 food center， 就是卖食物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就只有平时进香的那一段时间呢有开放而已。现在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空空如也的，特别是现在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呢，是不允许堂食，所以
根本就没有那个店在摊位在这里开了。那在这个 Food Center 后面呢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其实是有一座小山的。这座山上呢，就是那个拿督公祠了。那我们呢，可以在这里看到那个黄色的牌子，拿督公。那在这个匾额下面，其实是有一条路，一直可以爬上去的，但是非常可惜啊！你看，大家看，现在呢，这条路呢封了，上面应该是在装修。但是我们既然来到了，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马来神祠拿督公祠的这个传说吧。那这里呢就是有那个介绍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。这里呢就是秋雨的海滩，这里人非常的少，沙非常的细，周围还是非常安静的，只可以听到那个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。在这里，大家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冥想，感受天地之间的元气。大家会觉得这个环境非常好吗？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下的呢，就是在前面这里呢，就是这个鲑鱼的码头。然后鲑鱼的对面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岛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岛，回去要查一下。那我想给大家看的呢，就是大家跟我慢慢转过来，这边呢，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航标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航标。这个航标它所在的位置呢，其实是蛮特别的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假如大家仔细看这个航标附近的这个海面啊，现在你看风平浪静的，但是呢，它的波涛汹涌的在这一带，那就说明呢，它的下面呢可能是有暗礁、有暗流，那是对船只的航行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它要在这里设立一个航标的原因，因为其实好像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渡船也是有经过这一段航道的，所以它可能就是树立这个航标在这里，作为一个警示的作用，告诉大家这一带的水流情况其实是比较复杂的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它那个水啊，好像下面是暗流汹涌的。那好，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假如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为我的视频点赞、留言以及订阅我的频道。你们的点赞以及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